三国志8 Remake 是一款武将之历史模拟游戏，模拟出将近1800年前的三国世界，让玩家体验在三国的人生。这次开始新游戏的方法很贴心，有2种不同模式。第一种是旧版就有的方式，先选择你想玩的剧本，再从这个时期里找你想玩哪位武将。第二种是过去没有的全新方式，你先选择想玩哪位武将，再来会自动秀出这名武将有在哪些剧本登场。这功能超方便的啦，以往还要一个一个剧本去找想玩的武将有没有登场，现在不用了。像我想玩周瑜，不用再来来回回于不同剧本之间找，这个清单完整列出所有周瑜登场的剧本，而且还可以筛选，根据身份去挑，一般、军师、太守、都督都没问题。或是还可以像这样，同时挑出在野和同道2种身份有出现的剧本。你看这样系统就快速筛选出3个符合条件的剧本。除了用身份挑，还可以用所属势力去挑，像周瑜就经历了孙坚、孙策、孙权3位不同君主的时期。我很喜欢这个贴心又方便的小功能，那么我就来用这个功能，看看周瑜有在哪个剧本登场。今天我想体验1994年人在庐江的周瑜好了。这代三国志8 Remake 都是武将制了，直接玩君主感觉不够味，从流浪军开始又太硬，从军师开始玩感觉是个不错的选择。第一次玩嘛，来个有点舒服又不会太过爽的单程小势力，应该会有不错的体验。那么我来当个2把手，陪伴孙策一起从庐江创业，闯荡乱世。既然是要武将扮演，那么接下来我就用说故事的方式，以周瑜第一人称的视角，带大家跟着我一起透过三国志8 Remake 穿越到三国时期。这样一来就可以知道在创业过程中，武将的成长历程中可能会遇到哪些困难，以及如何做出相对应的决策。故事内容会围绕在扮演一名武将的攻略，适时搭配一些我个人虚构的情节来串起整个故事，让故事更为流畅。那么我们的故事开始，时间是1994年的夏天，孙策和我在庐江创业。初期在庐江的兵力不多，从老爸孙坚那继承的老班底和袁术那借来的兵力凑一凑只有11700兵。我建议孙策在庐江征兵，虽然小林有提醒治安会下降很多，硬着头皮征下来才发现真的下降非常多。此举引发庐江居民的不安，但没办法，我们需要第一股军事去进攻秣陵。刘繇对这个时候的我们是个强敌，这些兵力是必要的。经过一番努力，我和孙策成功以少攻多，击败扬州最强的势力，占领秣陵。之后的严白虎、王朗更不是我们的对手，轻松扫平江东。在桂姬这阵子真是桃花大爆发，遇到好多魅力十足的女子，像是一身好武艺的贤姬，擅长领兵作战的袁姬，在他们的领域都十分有魅力。不过最让我情有独钟的是这位身穿天蓝色长袄，顶上戴着4色相间羽毛发饰的女子，她的名字叫采姬，也是我的第一位妻子。采姬的采是文采的采。我完全被这位文采造诣极高的女子给吸引，她也总能在适当的时机给我不同帮助，例如帮我按摩，好让我在下个月更有行动力，或是和我分享她的秘诀等。非常感谢采姬的协助，有她在真好。不知道怎么了，我常梦到若是平江东停下脚步的话，孙策会有危险。为了消除这股不安，我向孙策建议，平稳的治理一州不是我们现在该做的事，应该积极进攻，趁势继续扩张我们的领地。既然你都这么说了，那肯定没错，尽快出阵吧。于是我和孙策又讨伐了士燮，再从胶州北上荆州。刘表注意到我们的动向，派遣自豪的大将黄忠到荆南迎击。已经被坊间称叫小霸王的孙策与黄忠交战，没有处于下风。经过几番交战后，我们与刘表在江陵城郊附近决战。刘表亲自率军赶来支援。面对突然出现在身后的援军，孙策没有惊慌，立刻策马掉头，一马当先冲向蔡勋部队。蔡勋来不及反应，当场战死。先锋蔡勋部队溃灭之后，我观察到刘表援军在山脚下的树海中，而且人与人之间的站位密集。现在正是用火攻的好机会，正合我意，用此法分出胜负。火光瞬间照亮刘表大军，死伤惨重，约有24000名士兵在此火葬化为肥料。就这样一个回马枪与一把火，让原本期待能在山谷间首尾夹击我们的江陵守将黄忠，变成了孤军守城，兵为将寡，无力回天。这一战刘表元气大伤，随后很快地我军攻进刘表最后一座城襄阳，刘表就此消失在历史的舞台。孙策势力成功控制长江中下游，几乎是整个南方。征讨荆州时，在江陵城遇到了一位异常热情的女子廉姬。这热情的程度，如果用我梦里梦到的未来人用语来说，应该会说她是超级大伊人。经过她的开导，点醒了我，对，为什么我不好好认识更多人，更珍惜身边的人呢？于是我告诉孙策，我们的攻势先暂缓，在襄阳整军休养一阵子，稳定内部局势再出发。对了，最近禁止你去打猎，因为廉姬的缘故，我也更积极广交朋友。在襄阳处理市政国政的期间，我每个月都会往返江陵城一趟，与他
家谈天说地，无话不聊。你不是要当我妻子吗？第一次见面你向我求婚，这次换我向你求婚了。像我这种没人爱的人，说什么话你还有我啊？太肉麻了，卡掉。总之，经过一番努力的广交，终于获得联姬的认可，成为我第3位妻子。这个声音到了第3任老婆，我开始能读懂女人想坏坏的声音。原来这个的呢是想蹲轮的意思啊。在日记上记录一下，现在是2022年2月，看看是不是10个月后有娃掉出来。果然，到了2022年12月，我的第3只女儿出生了，她叫子瑜。子是她母亲喜欢穿紫色服饰的紫，这名字是不是很适合？那个第3个女儿前面还有？对啊，前面是子瑜，好名字。那另外一个呢？子瑜，周瑜的孩子叫子瑜，很适合吧？不是。子瑜我知道，我是问另外一个。老大名子瑜，字子瑜；老二名子瑜，字子瑜。一开始我妻子叫子瑜，我都不知道在叫谁。他们的妈妈不同，后来我是从哪个妻子在喊子瑜来判断是在叫谁。且慢，还有一名妻子，第2任小乔啊。我跟伯父一起娶二乔，他娶大乔，我娶小乔。想说婚礼办这么大，街坊邻居都知道，就不另外解释了，自己看影片吧。在襄阳这座大城市的期间，我努力精进武艺，除了在家的自我训练，也时常找朋友对练，偷学高手的技巧。我发现了与人单挑的时候，每一次的交锋，比起一次出尽全力，不如赢得巧，赢得刚刚好，才能在尾盘保有体力，适时的用巧劲故意和对手打平，甚至小输，在赛末点更能打出有爆发力的好表现。同样的道理套用到与人辩论的舌战，也是无往不利，大幅提升我的辩论技巧。私事有进展，也没有耽误国事。一手拉拢刘璋，稳定益州局势；一手招降政策，录用新野太守纪灵，便捷到我方，又劝降在渊城的楼归。南北两面都稳固了。我和孙策则是带襄阳大军开始西征，转眼间几乎不流血的平定了全京北，至此完全占领了整块荆州。大军一路扫平汉中、武都、天水，在这里我起了一点私心。身为军师的我，平时随大军出征，只能指挥直属我底下的部队，其他部队我无权指挥。我知道如果我想自带一路，只要跟是金兰的孙策提议，他会答应的。但我想和孙策一同进队打天下，所以为了避免节外生枝，我不能把马腾赶尽杀绝的打到西凉去。正好关羽率徐州兵攻破秣陵城，所以我提议大军往长安进攻，从弘农、洛阳一路到寿春，好救援秣陵。孙策同意我的大东征救扬州计划，开始也很顺利的把路上的城一座一座的拔除，直到陈留。我们遇到声势浩大的何以加曹操联军，这次我方不再有兵力优势，曹操的将士训练有素，这里的地形是森林，对我军这种大量弓弩部队不利。如果让各个将领各自为谋的话，战况恐怕不利。面对这次东征最大的阻力，此战就是决定能否统一天下的关键一战。我向孙策提出，指挥就全权交给我吧。好，就见识看看公瑾的作战吧。有孙策的绝对信任，这一战我可以高度集中指挥全军，取消以往平均佩戴策略的习惯，全数换成易燃的干草、木材、油料，为我们的神算活计做准备。全军先抢快全力进攻楼鲁，赶在曹操援军来到之前拔掉，并且抢占好位置，等待曹操支援何以的大军来了。敌人的援军夏侯惇来了，趁他们还没散开阵型的时候，现在正是用火计的好机会。准备好的干草、木材全部涂上油料，此时此刻都缠绕在敌军的身上。周瑜之火炸开了陈留的森林，这一炸，何以曹操联军死伤约4万。面对严重的伤害，张辽没有乱了阵脚，对我发动了骑兵战法突击。周瑜，这心烦意乱的感觉怎么回事？原来我跟张辽是宿命相克，竟然还有于禁、夏侯惇，不愧是在我跟孙策霸道之路上的最大阻碍。这一战就遇到了3名与我相克的武将，但没关系，还没完，第2把开烧，以我孙家谋略掌控整个战场。再一烧，联军再死伤2万。第3把准备，绝不留一丁点干草木材，跟何以联军在陈留战场上，何曹联军再损1万。就这样，何曹联军被连环火势烧了7万人以上。孙家军打赢了从创业开始到目前为止最艰难的一场硬仗，后面一路扫荡许昌、汝南、寿春。在这段期间，江东不许不经我和孙策之手，就成功把关羽赶出了秣陵。在寿春的我们，正好可以顺势杀进徐州，一举灭刘备。刘备底下虽有猛将关羽、张飞、赵云，但我们孙家军声势正旺，不怕他们。太史慈更是一马当先往城下杀，守城的关羽
羽出城抵抗，直直的往太史慈部队冲，正面迎来太史慈本人。关羽和太史慈两人单挑一触即发，在一旁看到这一幕的我，正想要大喊“姓太史名慈的史慈小心”，但这句子成为我内心的 OS， 话还来不及说出，史慈已经把关羽击倒在地，并且捕获身负重伤的关羽。失去主帅的关羽部1万人瞬间群龙无首，就地溃散。已经处于下风的刘备，还失去了王牌关羽，再也没有任何反击的希望。就这样，下邳、北海被我们攻破，刘备势力消失在历史舞台。败战的关羽和赵云没有气扑扑的怨天尤人，反而加入孙家军。早听闻关赵的武名，马上去找他们比试一场，测试我常年习武的成果，顺便增进彼此的感情。所谓不打不相识，赵云一口答应，我将化为一柄长枪。过招第1回合，我就被赵云狠狠地重击，第2回合又没能防住一枪，险些被击落。只剩一口气的我别无选择，第3回合抓到痛点予以反击。这时所有动作都是靠身体肌肉记忆本能去应对了。已经没有体力的我，第4回合要打出最后一口气之力，在此见证我的决心。这一击成功击落了赵云，这点程度不足以扑灭我胸中的烈火。休息过后，我又去找了关羽，关羽一口答应，无关云长，绝不避战。吸取前一场的教训，这一次过招的第1回合，我就使出我的全力，见证我的决心。被我压制的关羽，第2回合似乎还认为我不会乘胜追击，并没有使出全力。这个不上心，导致关羽2回合就被我击落。欢迎赵云、关羽加入我们孙家军，下次还请多多指教。接下来要处理最后一个在中原的强敌曹操，这次只带10万兵进攻。济南守方的曹操虽然只有2成的兵力，但精良又量大，共派出17万大军迎击。就在开战前，等一等，应是此计较为妥当吧？文辉跳出来要改我的配置，开什么玩笑？我都使用了特权，让我有全军指挥权，怎么能在这让你坏我大计？更不是曹操派来的间谍吧？现在正是做出激扬旋律之时，顺利变赢的文辉确定让我全权指挥这第2次的关键决战。这次快速拔掉楼弩之后，不急着进攻，在平地展开阵型，慢慢挺进。等他们出城迎击，心急的夏侯惇策马正面冲击孙策，吹起了阵地战开打的号角。这次地形不利火攻，两军短兵相接，人人的兵器奏着金属乐曲，流出红蓝血意，一时之间不能看出谁胜谁负。看准站位最密集处，发动乱射。孙策、吕蒙、陈普、诸葛瑾抓准时机支援，加上我共5人的连袭攻击，17000名士兵死于我们的剑下。关羽、吕蒙、陈普接着持续对被打散阵型而落单的曹操攻击，成功击破曹操部，失去总帅，剩下的8万曹操军群龙无首，再也没有组织性的策略可用，只能被我个个击破。连克2座城，中原最后的大敌曹操退出争霸舞台。被全面包围的吕布，经由诸葛亮的劝告，很干脆的投降孙家军。从此整个北方再无我们的对手。211年的我一路征战到蓟城，发现身体状况越来越不好，难道是天命要到了吗？先前请过仙人南斗、北斗帮妻子小乔延寿过，这一次想求助仙人，但发现要仙人出手似乎是为了他人才行，仙人不会帮助为私欲想延寿的人。没关系，我去找其他各路奇人试试，找了左慈、管路、虞姬，但不知道是他们不会或不愿意帮。连续几个月的时间都长途跋涉拜访，依然感觉到天命越来越近。难道我只能听天由命了吗？经过一晚的休息，起床后有全新的思路。既然仙人奇人的路不通，我上街访问问市民们有没有不同的方法。还真的被我问到在不远的南皮城有宝物5月真形图，听说可以延长寿命。心中即使有大大的问号，但也没有其他办法，只能去南皮一探究竟。到了南皮，还真的有商人卖号称能延长寿命的5月真形图，不看还好，一看吓一跳。上面的图其实是我在梦里看到来自远西的未来人文字，写着 penicillin 以及提炼的方法，还写着来自西域的哈密瓜是在这个时代最有可能被提炼的材料。我想这是从未来穿越过来的未来人给我的提示吧。照着图上写的方法，我真的恢复健康了，病症消失，身体又恢复到过往的轻盈，想趁着健康的时候完成统一天下，满是开心的想跟孙策建议我们移防换驻点，但我找不到方法。平定河北的孙策似乎不想再征战，看来是我们分开的时候了。孙策同意让我转调上党，不知道是无心过正，还是有什么特殊的事情想做。孙策则是把自己关在蓟城不出，任命我为都督，驻军在弘农，统领除了蓟和襄平的河北与中原大多数城市。好吧，没关系，伯父，剩下的让我来。没多久，我收复了之前占领过的长安，再来没有积极的继续进攻，而是在长安长期驻军。因为我突然有股预感，如果我真的统一天下，可能会再也见不到我3
3只可爱的女儿们，我希望能亲眼看到她们长大的样子。你说为什么要用只当单位形容女儿？把她们当畜生？胡说什么呢？是把她们当宠物，看着无法用言语跟她沟通的迷你可爱生物。这不是宠物，什么是宠物？就这样，在长安驻军的时期，我不断训练提升自己。左慈总是喜欢在我能力值训练到99以后来找我，指点我如何从99达到100的境界。而且被左慈指点之后，我的能力上限变成120，真的非常的感谢他，必须给爱心。都督的身份让我能挪用公款，到处搜集宝物，成为全国最大的宝物收藏家。希望帮妻子们和之后士官的女儿们都准备一套宝物给他们使用。名马不用说，是最基本的，兵书、史书、弓更是不手软。送妻子镜子也是展现我的感激之心，感谢他们多年陪我征战，以前薪水不高，都没有给他们用好的。另一方面，益州战线面对理应是小国的刘璋政权，我们孙家南方军总是被压着打。本以为这样也好，我有更充裕的时间等待女儿们成年，殊不知那个男人打破了这个局面。新上任的张辽率领孙家南方军一路突破，连下多座益州城池。这时我压力山大啊！如果让张辽所属的第一军团控制汉中，我会被迫去抢天水当驻点，才能保住最后一块拼图。但我不想搬离大城市长安，这里的教育资源比较好，我希望小朋友在这边的学校学习长大。没办法，必须对汉中动手了，控制汉中才能让最后一块拼图掌握在我手里。于是我抢在张辽之前攻占了汉中，但此举也让我受到国内大量的批评压力。这些日子我四处搜集宝物，已经被说是贪官。又孙策划分军团时，把我管辖的范围完全把它包住。张辽伐蜀的时候，我又迟迟没有动作。如今我在张辽之前抢占汉中，更是让舆论风声来到最高点，说孙策其实是被我软禁，说我要背叛孙策。哎，没关系，我愿承受恶名，只为见3女儿的成年礼。好在我撑到3位女儿长大成年，不能用支为单位。现在的她们都是亭亭玉立的大人了。大女儿子瑜是个绝世天才，统帅96，武力97，智力95，正直87，魅力98，这年纪就达到这个能力值，绝对是前无古人呐！而且她还继承了我的奇才火神，没有实战经验的她已经会了很多战法特技，未来真的不可限量。2女儿子瑜也有不俗的能力，虽然拿着刀看起来很爱打架，但其实武力是她5项能力之中最低的，她只是觉得拿刀很帅而已。呀嘞呀嘞，没有继承我的奇才，不过没关系，这身手这知识一定足够在未来工作有很好的表现。3女儿子瑜从小宠她当保养，有不错的魅力，但不爱运动，有学到我的拿手绝活顶级战法特技剑雨、爆传、鬼谋，属于专注于发挥自己特长的孩子，未来的发展也不可限量呀。回想当初每一次过新年，一家人团聚的日子，不免感慨，大女儿小时候带她去餐馆吃饭，帮2女儿添购了衣物，或是长大一点，在她们12岁的时候，带她们欣赏在夜空中闪闪发亮的繁星，和老大一起学习观天象与作战时机，跟老2一起学习星象与易经的关系，与老3跟大家谈论今日种种绝美的星空。这些身教言教都在不同面向影响着他们未来的能力。呀嘞呀嘞，太多珍贵的回忆了。最后我带着全家3名妻子3女儿一起发兵征西凉，完成统一大业的最后一块拼图。故事就到这边啦，结局让我留点悬念，之后会在游戏频道上架。再次提醒大家，为了故事流畅合理，有些情节是编的，像是甘草、木材全部涂上油料 Penicillin， 长安教育资源比较好，被说贪恋宝物想反叛，这些当然是我掰的，只是让等女儿长大的故事比较通顺。游戏内并没有这些事件或设定，不过也的确算是攻略的一部分。在游戏过程中，也许玩家会有各式各样的理由去做看似不合理的决策，其实背后都有不同的有趣原因，也说不定。除了故事内提到的那些玩家游戏过程中可能遇到的攻略外，其实还有很多有趣的地方，因为篇幅关系没办法全部收入。再来这集的攻略，玩家身份是军师和都督，每种身份都有不同的玩点。比方说，如果是在野武将，可以不受工作的干扰，自由练功和交友。同城如果有感情和你不错的武将，还可以按下这个决议，和好友一同组织流浪军团。跟你同城的人亲密度有达好意，通常就会加入你的流浪军团，成为你的同道一份子。流浪军团在评定阶段可以做一些简单的指令，如登庸。流浪军团可以透过转移到空城，在空白城市可以在评定时举兵占领该城，加入这个争霸天下的舞台。一般类的武将最可以体验在三国时期的武将能做些什么事，想往上爬可以努力工作累积功绩，在评定时提出想做的项目，执行一些纪律或外交等，或是评定结束后接下提升城市内政值的任务分配，或在战场上积极的表现，如击破敌军主帅部队，这些都会增加你的功绩。如果不喜欢受人指挥，也可以
可以选择身份是君主的武将，享受掌控全局的感觉。初次游玩的玩家也可以试试小林的简易武将诊断，透过几个问题帮你找出适合的身份。另外，这代有附武将 CG 追加工具，玩家可以自制武将，不管是想放上你喜欢的动漫人物，还是把自己的照片放上去，都能做到。看看这个自由度很高啊，放上自己照片真的又耻又好笑，这个代入感宇宙无敌超级高啊！放自己喜欢的动漫人物的话，玩历史游戏的同时又多了几分可爱感。大家可以分享一下你创的新武将用什么图片。我在 Discord 群也新增了《三国志8 Remake》讨论区，大家有什么想法也可以上去开版询问、聊天、讨论。就这样了，拜。